我急需货，见到回信。老板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回来了，丁主管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么大个办公室，连支笔都没有啊！哎，来，谢谢啊。我要参加2层的员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们这又不是什么秘密。再说了，我调查过了，我的等级有资格参加考试。你也应该知道，除了等级问题，你还要在11仓干满3年才有考核的资格。3年？我干了何止3年？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在无偿地干活，这一干就是15。我这叫转岗再就业，我对工作经验已经相当丰富。规矩就是规矩，这可是11仓，不是你们5家仓考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想啊，我下到2层之后，1层就没有人给你找麻烦了，这对你对我来说都是好事。我知道，你想下2层是为了继续解开你那些未解之谜。不管你想干什么，只要不破坏规矩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可是，如果我给了你考试的资格，那破坏规矩的人就是我，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？再说了，其实我挺喜欢你的，我不怕你给我麻烦。那没办法了，那你就继续喜欢我吧，我接着给你添堵。等等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你参加2层的考核。如果你考核失败了，就离开11仓。我用这个理由去说服跟你同时参加考核的人，让他们不计较。相对你破格参加考核，他们倒是更希望你离开11仓。我人缘有你说的那么差吗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你可以选择是否接受。我接受。好，我替你去说服他们。好，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谁给你发的信息啊？看完之后态度转变的那么快。算了，管他谁给你发的信息，反正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考试我一定会通过的。来，兄弟们，快来看看啊！今年的2层考核人员名单公布了，兄弟们，来看看我。哎，名单出来了啊！这是我2哥，看见没有？这是我2哥，还没上，周围人都上了。啊，不对呀，这上面怎么有吴邪的名字？吴邪？这不是新人吗？他入职还没满3年，哪来的资格？我说就是，怎么会有他呢？这不对啊！我2哥都入职多少年了，他才干9年。这不对劲吧？走！来，今年的2层考核啊，辅导费交钱最后一天啊，想报的赶紧来。今年的录取比例可能最低，1比7，1比7啊！我也报这个。哎，还有5险啊！哎，你交不交钱？哎 ，OK， 好。哎，还有没有啊？
吴邪才来1个月，他凭什么参加2层考试啊？这些是你该过问的事情吗？可这坏了规矩啊！你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吧？他是考不上的，考不上就要离开十一仓，离开了就不算坏了规矩。你要是怕输，就趁早退出，跑到这儿来大喊大叫，丢人现眼。我会输给他。您看着，这次我会让他生不如死。去。狄主管，你的意思是故意让他参加2层考试的？想用你的五指山压死一个人，首先得把他骗到你的掌心中。不过他确实破了几个谜案，他不会真的考过吧？这种事情一般是这么发展的。他呢，先会找一个他信任的人，教他怎么考试。知道了考试的流程和规则之后，他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是这种人牛就牛在会在不可能当中寻找可能性，突破极限。到最后，他会发现2层仓库的考核不难讨巧，即使他是一个天才，一天练习24个小时，还是不能通过。吴邪是不是输了考核，我并不担心，关键是这次事情之后，我不想再在11仓见到他。我已经给李家乐点了一把火，你再去烧一把，这次考核将会非常精彩。李主管，考。你呲着你大板牙干什么？小三爷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么快就拿到考试资格了。嘘，稍微低调一点。走。真正的困难现在才开始呢。哎，你不是参加过2层考试吗？挑尖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讲讲。挑尖就是取货，在1层仓库里找到指定编码的货箱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多的货箱，谁就获胜。我赢的几率有多少？非常低。这样吧，等到晚上下班之后，我带你去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再喝点啊！干啊！疯了啊！哎，今儿不做生意了啊，明儿再来。大兄弟，我想买回那个香炉，我有急用。你还敢来啊？没看出来啊，大姐，挺狠的你。你还说你介绍的什么人？他上来就侮辱我，我就想买回那个香炉，这儿有2万，就算是定金，剩下的钱我1周之内给你拿过来。哎，我给你捋一捋啊，你把我介绍给你的老板给打了，害我损失一个大客户。现在拿着2万来买我几十万的货，你这是想拿我寻开心呢，还是拿我真当冤大头呢？啊！现在他就在我家坐着，要我赔钱。我要是不赔他，改天伤害我女儿怎么办？大兄弟，你也有家人，也有孩子是吧？大姐啊，我们都是小本生意，经不起您这样的折腾。您女儿危险，我女儿啊，今儿晚上还没钱吃饭呢。卖她的东西，你空口白牙就往回要，您这是让我变魔术呢啊！赶紧走吧，大姐。东西不在我这儿，您赶紧去别处找去，啊！哎，别在这耽误正事儿了。
能帮啊，我们一定帮，但生意不是这么做的，啊！哎，去，哎，继续，来，继续啊，来啊，甭管啊，出去玩，来，先发你啊，来，我来啊。新货到了，哪个地方拿货？还是同样的大鹏鸟标志。漂亮，铜鎏金珐琅琉璃音乐座钟，估摸着得是晚清的吧？啊，是个好物件儿。这种钟表都有娱乐功能，这个表盖儿可以打开，里面有个能动的小摆。靠着精巧复杂的机械系统，咦，这机械怎么不对呀？这不是坏的呀？小彪啊，这坏的东西可是不值钱，是你朋友在耍你玩，还是你在耍我玩？我可以弄好它。您给我时间啊！一个开洗头店的小姐姐能有这手艺，行内人啊！其实我本家也是从事这一行的，我从小就学过古董鉴定和修复。漂亮，看来你也是家里遇到什么事儿才沦落至此的吧？东西我就带走了，免得吵到小朋友。有话好说，咱有话好好说。别回头啊！回头给你家废了！大哥，我问你，有来骚扰的是不是？原来是你小子！我给送警察局信不信？服了，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他谈生意，他亲口答应的，童叟无欺，不信你问。装！干什么缺德事？你没事吗？大哥，你听我说一句，我真是冤枉的，我真冤枉的，不知道他是您的人，你听我说一句。我们之间的事已经一笔勾销了，你别难为我。你是个好人呢，我得给你赔不是啊！大哥，你想想，这事算我错了，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，我保证以后我绝对不会再找他，你放心。别跟我这抖机灵啊！大爷，我天天在这儿。别回头，滚！
你要是这么干，你就是在害他。我们这一行面对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每天朝不保夕的，他到时候能全身而退吗？到时候钱赚着了，命没了，你觉得划算吗？你的身份千万别让飘飘发现，别让他知道是你在背后帮他。现在那么多人盯着咱们呢。老板，对不起，今天有人上门闹事，你的货被他们拿去了。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想办法赚钱还给你。做完这一单，我们就拆伙，从此一拍两散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祈求您能原谅我。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只要你让我继续做下去，你让我做什么都愿意，我求求您了。你说的对，还真出事儿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我打算放弃，我把他货给撤了，然后我就从他生命中彻底消失。彻底消失？你打算怎么彻底消失啊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也没有办法，这他妈就是命吧。胖子，真的，你就别跟我瞎混了，我们拆伙了啊！你要拆伙啊？只有拆伙之后，你才能真正的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。你别担心，小天生，我不要你工资。干嘛的？麻烦通融一下，不行。我们只待1个小时。好，那快点。谢谢。每年考核的前几天啊，都是掌灯挣外快的时候，但是他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才放我们进来的。如果被发现了，马上开除。哎，不是盲跑吗？怎么还开着灯啊？戴上试试。这么难看？怎么样？哇，
小三爷，你对1层仓区了解多少？1层仓区，我在员工入职手册上面看到过，1层仓区的存货量有数10万只多，然后按照28个星宿划分为28个仓区存货，每次都要由丁主管下发出入库名单，然后盲跑者按照这个名单去存货和取货。那你对马货体系了解多少？马货体系，你知道你就说呗，你总问我干什么？马货体系简单来说，就是以一颗启明星作为原点，建立的一个3维立体坐标。启明星，你看，那颗最亮的就是启明星。无论你要找哪件货物，都要站在这颗启明星下作为原点寻找。每个货物都有3个数字来表示它的存货位置。比如，你想找一个10位置的货物，你就要往北数10个光点，然后再往东数10个光点，最后从下往上再数10个光点，就是你要存货的位置了。你这个存货的逻辑我是听明白了，但是你们这个仓库这么大，我又不熟悉这里的环境，那我盲跑的时候很容易就迷失方向，那我马货的速度一定就很慢啊。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其中的诀窍。诀窍？跟我走吧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启明星的发射器。我刚刚说的诀窍就在头顶的这片星空里。小三爷，宇宙中什么是相对不会变化的？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，恒星在太空中的位置可以说是相对不变的。那么由恒星组成的银河，也可以说是相对不变。我给你看一下1层仓区里的银河。看，是个羽毛的形状。这些货箱从建仓初期到现在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，所以大家就把它们定义为11仓里面的银河带。熟悉的员工可以通过这个银河带迅速找出自己与货箱之间的位置。你看，他们可以确认启明星到银河带中各个光点的间隔数，这样他们在盲跑的时候就不用一个一个光点去数了，他们只要迅速地确认自己与这些货箱在银河带中最近的光点的位置，然后再寻找货箱就可以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难怪那些盲跑的人一直抬头看天上的镜子。也就是说，银河就是一个位置提示。只要可以记住银河的具体位置坐标，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货。对这个环境越熟悉的员工，马货的速度就越快。有些厉害的员工啊，只要看一眼启明星就能找到货箱的位置。这就是为什么只有3年工龄以上的老员工才能参加这个考核。现在考试还剩下1周的时间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学会。学会是一回事儿，可是这次考核的重点是比拼马货的速度。你有信心快得过那些跑过3年以上的老员工吗？试过才知道。备考第1步，你要把银河上面所有的点，整个这个区域的位置全部记清楚，千万不要记错，而且能够顺利的找到。这里
这。张月路006427433824。对了，真水饮。真水饮273728626573。对了，维火虎。维火虎这是什么？272803752403。对。0333170200040333170004。张月路172728326407。对了，景木案3803000030。卯日鸡。对，卯日鸡。吴邪的事情打算怎么办？现在整个11仓里都在替你鸣不平。你李家乐用了多久才爬上今天这个位置？他一个刚来的毛头小子，他凭什么？他下一次晋级，就到了你这个位置了。11仓本来名额就不多。考试的时候不会让他输。吴邪这人卑鄙得很，光明正大的做事，阻挡不了他替代你。物竞天择，不是他死，就是你亡。丁主管和他有个约定，如果他输了这次比赛，他就必须滚出11仓。考试是在整个全黑的环境下进行的，很难区分人的位置。我找了一个人帮你。30727483。他是11仓里听力最好的一个人，一定帮你成功。你要试着利用这些羽毛位置找到货物，而且时间越短越好。普通的盲跑、送或者找一件货大概要15分钟。如果你想要获得考试胜利，最差要控制在7分钟找到一件货。
吴邪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眼睛一直盯着光点看，有点晕。习惯就好。哎，地上凉，回屋歇着吧。不行，动不了了，再躺会儿。来，喝点水。嗯，没毒。怎么样？练得还不错吧？不行，练的实在是不行。我觉得我肯定考不上。嗨，以一个新人来说，你练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加油！万一考上了，你就再也不用再见我了。别放弃，继续努力。老狐狸，休息一下吧。不休息。我还就不行了。哎呀，你看你，跑了一头汗，还把外套给脱了，你不怕感冒啊？喝点水吧。你怎么了？怎么看着一瓶水发呆呀？看到这个，让我想起了我一个朋友。只要他在的时候，不管做任何事情，好像都没那么困难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我明明已经记住所有货物的坐标了，但是我一进货舱的时候，我还是会迷失方向，还是找不准路。我根本没有办法在7分钟之内完成这个任务。别气馁嘛，别人都是花3年时间练习，你只有1周的时间，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你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我能不能作弊？不能。我只是在那些货物上面稍微动一点手脚。不行，你碰了货箱，你是会被开除的。我啊，以前每次不开心的时候，也会跑到这上面来躺着，然后就想象着自己躺在一艘大船的甲板上，飘扬在一片星海里，看着海洋里这个各种各样的生物，我就觉得世界那么大，我那么渺小，我那些烦恼更微乎其微了。你看，在那边，你看那个汤区，像不像2条鱼在亲嘴？不像。你看那个，你说那个像什么？网吗？你笑什么呀？明明人家是魔鬼鱼。魔鬼鱼？你还挺浪漫的。要说浪漫，是设计这个规则的人了。怎么说？你知道这片银河的来历吗？你说呀。
我听十一仓的老人说，以前十一仓修仓改建的时候，设计者故意把一层存货的方式设计成一个星系坐标，其实是为了给心上人送上一片星空。你这么说好像是有点浪漫啊。我觉得那个人好幸福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有人送我一颗星星，我就知足了。星星有什么好的？星星跟人一样，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啊，就是一粒灰尘，特别渺小。可是对于我来说，它就是唯一的，就像启明星一样，无可替代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嗯？我说你上一句说的是什么？它是唯一的，下一句呢？就像启明星一样无可替代。怎么了？我进去的时候能不能带工具？不能，所有人都不可以带私人物品。你们进考场的时候会经过严格的检查。还有，不能破坏货物。当然，最终一定是被查到了才会受罚。如果你有信心不让他们查到，十一仓也认结果。老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女儿生病了，真的很需要赚钱，求求您了，老板。来个石头。请问您认识这个电话号码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哦，你好，请问这个号码您熟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请问您知道这个号码是谁的吗？我有急事找他。哦，找不到。你好，您认识这个号码吗？啊？不太熟悉啊。可以答应你，继续给你供货，但是要约法三章：一，不许私下找货源；二，如果有人问起货源，绝对不可以透露。喂，胖子，怎么了？以飘飘现在的状态，要让他离开这一行，他肯定不肯。我要逼得太紧了，反而怕他出事儿。我明白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得想办法呀，怎么也得让他离开这一行啊。上次我跟你说，你不是吃药了吗？胖的，我是认真的。身体不好就别胡思乱想了啊！为公元2019年8月8日，己亥岁次，节暑盛夏，桃红似火，柳绿如烟。今11仓风调雨顺，万事亨通，感念先人庇佑，缅怀祖德，万事佛望，大礼告成，福为上享。
欢迎你们来参加11仓2层仓库的考核。这次考核的内容如下。